女心理师杨紫跟着角色一起成长，没想过转型问题。作为最具号召力的90后女演员之一，杨紫用一个个角色完成与观众的对话，实现自我成长。近日，杨紫、井柏然主演的都市疗愈剧《女心理师》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她在剧中饰演心理师赫顿，呈现了一个此前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行业风貌，表现令人眼前一亮。杨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大家看完杨紫演的女心理师觉得很治愈，我觉得目的就达到了。和绝大多数的观众一样，杨紫起初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并不了解，对角色的好奇心促使她接下这部剧。杨紫表示，希望女心理师的播出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治愈的力量，并且呼吁更多人关注心理健康。生活中，我和赫顿是两种类型，所以这个角色很吸引我，我很想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想把赫顿这个人物展现给大家。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杨紫提前做了许多功课。早在剧本第一稿时，她就已经通读过好几遍，并登门拜访了原著作者毕淑敏。不仅如此，在进组之前，杨紫还专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进行学习。某种程度来说，我也是跟着这个故事与角色一起成长。与过往的角色相比，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属性的确给杨紫的表演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他们的领域非常专业，会有自己的固定习惯，我不能按照平时那样去演。杨紫分析道，我必须把每一句台词都说清楚，包括对来访者的眼神、态度、语气等，这确实很难拿捏，但我希望自己能有比较好的完成度。赫顿和钱开义这对欢喜冤家的相处日常，成为不少观众追剧的动力。从学生时代女主的暗恋，到成年之后重逢，慢慢解开误会，再到男主花式追妻，他们在这段感情中互为彼此的光，互相治愈着对方。早在14年前，杨紫和井柏然就曾有过合作，演绎了一出纯真的校园恋情，青春的悸动与美好让人印象深刻。14年后再续前缘，用杨紫的话说，两人几乎不需要培养默契。她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会变得很幼稚，像老朋友一样。而且这次演戏跟第一部戏完全不一样，在专业方面大家都会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看法，能够互相给予一些帮助，合作下来感觉非常好。除了井柏然，杨紫在剧中还和倪萍、黄觉等资深戏骨有许多对手戏。谈起与他们的合作，杨紫显得非常谦虚，他们每场戏都是剧抛脸，总能完美带入角色，然后把我也带进去了，这种感觉特别好。而且里面很多人都演过我的爸爸妈妈，又熟悉又有依靠感。和很多童星一样，杨紫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转型。从战长沙的战地护士胡香香，到欢乐颂中大大咧咧的邱莹莹，从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花神之女锦觅，到亲爱的、热爱的中的天才少女童年，杨紫这些年来用一部部爆款作品回应了观众的期待。谈到转型，杨紫表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喜欢这个剧本，就去拍了。如果过2年再看到合适的剧本，角色又是可爱的，我也还是会去演。我没想过转型的问题，只想着自己的角色能被大家认可就好。至于未来的发展，杨紫表示希望能接一些接地气的小人物，并且慢慢去扩张自己的舒适区。确实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舒适区，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舒适区在哪里，所以跳出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不过我也会做一些尝试，这既是对自己的试探，也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余生，请多指教原著林之校是地质学的学霸。男女主的性格相似。由杨紫、肖战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简称《余生》正在热播。杨紫、肖战携手谱写治愈系恋曲，以舒缓而韵味悠长的叙事模式讲述爱情，描绘亲情，演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该剧根据柏林石匠同名小说改编，以温暖乐观的小太阳林之校杨紫是和成熟内敛的顾魏肖战是间双向成长的爱情为主线，辅以亲情、梦想、成长等多重元素展开叙事。所有长久的恋爱都是在不断磨合、相互包容和相互成长中建立的。不一样的两个人携手一生，在吵吵闹闹中体验爱的浪漫与时光的美好，共同奔赴未来，可谓最大的幸事。余生中林之校和顾魏的爱情也正是如此。
当然，余生，请多指教，原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小说是从女主角林之孝的第一视角记录了她的生活和顾医生相遇后的点点滴滴。他们的相遇其实并没有什么波折，故事也是缓缓展开，更像是一个普通人记录的日记。从相遇那一刻开始，也记录了感情的变化，仿佛在某个地方，顾伟和林之孝是真实存在的。顾伟林之孝相差6岁，在这段感情中，两人都有过不安，但是二人自始至终都是尊重和坦诚，这才是爱情的模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林之孝是一名地质学研究生，也是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她和顾伟一见钟情，在一个医生和病人家属的故事中，两人就这样相爱了。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波折，也没有血腥的情节。全文都是比较甜的小细节，大量狗粮。林之孝说：“我们都是不太善于表达爱的人，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就像我永远不会知道你有多爱我一样。”林之孝的性格也是理性而缓慢的，这一点和顾伟是一样的。可能是因为他的职业，两人总是有相似之处。合格了，而且顾医生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他能理解顾伟作为医生的忙碌。顾医生在国外留学的那段日子，他很想念他，但从未抱怨过。他还抽出时间去看望顾伟的父母。他温柔、体贴、孝顺，这样的林之孝确实值得关心。唯以爱，顾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他帅气又热情，处事冷静。他的爱，顾伟比林之孝大6岁。顾伟的家人希望顾伟早日结婚生子，但所有的压力都由顾伟自己承担。以顾伟的能力，结婚并不难，但他没有，他不想强迫林之孝，他想和林之孝有完整的关系，而不是草率结婚。如此温馨的两个人背后，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林之孝和顾伟的父母都非常有爱，家庭氛围非常融洽。对于这样一个温暖的原生家庭养大的孩子来说也是如此。这个大多深沉、偶尔天真的男人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爱情观。他说，无论好坏，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我告诉他，即使人生有很多次2009年的春天，我依然会对你一见钟情。简单的浪漫是我所爱的平凡，但也只是陪我度过余生。说实话，能读原著小说的读者并不多，或许是因为小说平庸。这部小说不算太惊艳，但也是一部现实又温馨的小说。林之孝和顾伟之间的爱情来得突然，从一见钟情到一生相伴，这样完美的爱情更像是很多人的向往。相信平行世界的顾伟和林之孝也能一样温暖又美如余生小说，请多多指教顾林小朋友，妈妈总是半夜偷偷溜到爸爸家，太过分了。余生，请多指教，由杨紫、肖战主演，改编自柏林梅森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对性格截然不同的男女，从相遇、相识到爱情，从不曾理解彼此治愈着彼此，在各自成长的同时，也收获了美丽的爱情故事。从表面上看，剧版《余生，请多指教》是都市言情剧的标准特征，男女主角抢眼、浪漫的对话，还有男女之间的角逐、爱情的陪伴。女性的青梅竹马，肯定有一部剧是父母一方不同意的。然而华丽的镜头下，时而浪漫，时而现实，有点简单，也有点甜蜜。余生，请指教，还有更深的内涵。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我的名字是太敷衍了，因为其他幼儿园的孩子的名字都不是这样的。我向妈妈诉苦，妈妈说我是她的孩子，我的名字里当然应该有一个属于我妈妈的姓氏。我向父亲诉苦，父亲说他的名字的由来和我的一样。我的父亲顾伟是医院里有名的医生，成为名医的代价就是工作非常忙碌。他平时有没完没了的手术，有没完没了的加班课，有没完没了的科研资料。不过，爸爸一旦答应了妈妈，他总是会尽力去完成。然而，答应我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比如上周，爸爸答应我周末带我去吃冰淇淋，但他没有兑现。我拿出小笔记本写给爸爸，哼，我决定一周不好好看他了。我的母亲是一位大提琴手，她弹奏的曲子非常好听。我妈妈工作不像我爸爸那么忙，她出去表演的时候会走一段路，然后她会陪我几天。当我有空的时候，妈妈会为我拉大提琴。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我还没见过爷爷。妈妈说，都是那些编剧叔叔阿姨们惹的祸，他们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把我爷爷写死了？我妈妈说，我爷爷是一名教导主任，从小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但我爷爷也是我妈妈最好的父亲。当妈妈给我看爷爷的照片时，我想，如果他在这里，他会是一位慈祥的爷爷，完全看不出他教导主任的身份。我家住在我奶奶家对面。听妈妈说，房子本来不是我父母的，只是原来的房东去国外找女儿了，不打算回来了。我奶奶说服我把房子卖给我父亲，这样爸爸妈妈就可以照顾一个人住的奶奶了，我也可以随时去奶奶家吃饭。当爸爸妈妈打我的时候，我就能赶紧跑出去，躲到奶奶家去。当我玩得不注意时，他们会偷偷地亲吻对方。很小的时候，我就吵着要不要和妈妈一起睡，但我知道妈妈每次半夜都会偷偷跑过来和爸爸一起睡。我长大后，妈妈就不再和我一起睡了。他们说我是个小男子汉，从小就要养成独立的好习惯，但我知道这与我独立与否无关。他们只是想趁我睡着的时候偷偷地亲吻对方。他说我以后会有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个母亲，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着比蜜还甜的生活？我的父母找到了彼此并获得了幸福。他们爱对方多过爱我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们爱我多过爱对方，以后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会有多难受？我想起奶奶自己的白菜被猪打的表情，我觉得自己也长大了一点。其实我都知道，我的父母、祖父母、已故的爷爷都非常爱我。